常胜伯一声雷来，喊得气势十足，磅礴大气。这一刻，按照常胜伯脑海里预想的画面，自己一声雷来之后，天空中必然乌云密布，闷雷滚滚，紧接着会有一道水桶粗的炸雷从天而降，径直劈向叶晨的脑袋。而他也坚信，这一道天雷就算不能将叶晨直接劈死，也能彻底让他丧失反抗的能力。届时自己有10000种办法折磨他，逼着他将所有秘密全都说出来。可是就在常胜伯大喊一声雷来之后，天空中并没有像上次那样出现什么乌云，也没有电闪雷鸣一般的轰鸣之声。今明今晚的夜色格外晴朗，再加上山区没有什么光污染，抬头便可看见一轮弯月以及满天繁星。常胜伯眼见乌云未到，闪电未至，顿时不禁疑惑起来，看着手中的雷击木，喃喃道：怎么回事？我雷呢？就在常胜伯疑惑的时候，雷击木里的阵法也停止了运转，随后他渡入其中的灵气又被雷击木中的阵法释放出来，重新回到他的体内。可惜的是，九玄天经里并没有记载什么凭空消耗灵气的阵法，否则的话，常胜伯只要试上2次，体内灵气也就消耗殆尽了。常胜伯此时也格外疑惑，因为灵气重新回到体内，所以他便没有怀疑这雷击木其中有诈，还以为是自己刚才没能成功催动阵法。这时叶晨也一脸好奇地问道：是啊，老狗，你雷呢？手里那块雷击木是没电了吗？出门前忘记充电了。常胜伯知道叶晨在讥讽自己，冷声道：小子，死到临头还口出狂言，我看你还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说罢，他咬了咬牙，一边重新调动灵气，运转雷击木里的阵法，一边指着叶晨高声道：小子，看我雷再来。话音一落，阵法运转完成，可是天空中依旧没有半分乌云的踪影，而紧接着雷击木又将常胜伯的灵气还了回来。这种感觉就像是小朋友打游戏机刚好打到关键时死掉，慌忙掏出游戏币准备续上，结果刚把游戏币从上面的投币孔投进去，紧接着就被机器从下面的出币孔吐了出来。常胜伯顿时慌了，盯着手中黑漆漆的雷击木，有些不可置信地喃喃道：这是怎么回事？上次明明1次就成功了，这次怎么没用了？叶晨见他不知所措的样子，不禁朗声笑道：老狗，看来你这惊雷令不太好用啊。常胜伯皱眉反问：什么惊雷令？叶晨笑道：就是你手里的那件法器啊。那就是惊雷令，你认识这件法器？常胜伯瞪大眼睛，震惊无比。叶晨点点头，一脸认真地说道：我何止认识啊，不瞒你说，同样的东西我也有一个。常胜伯咬牙道：笑话，这等法器老夫能遇到一个已是万幸，你怎会如此凑巧也有一个？叶晨笑道：你看，跟你说实话你还不信。说罢，叶晨立刻掏出自己的那枚惊雷令，一边向常胜伯展示，一边笑着说道：你看，我这个看着就比你那个精美得多，你那个就是一块破雷击木，都没有好好的修饰。你再看我这个，颜色圆润，线条优美，都盘出包浆了，一看就比你那个强出一大截。常胜伯看到叶晨手中的惊雷令，一眼便认出这也是雷击木制作的法宝，而且他虽然不知道如何炼制法器，但原材料的好坏他还是认识的。叶晨手中的那块雷击木，一看就有10分悠久的历史，绝对是顶级的雷击木。他一脸惊骇地脱口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那件法器又是哪里来的？叶晨讥笑道：实不相瞒，咱们这2件雷击木其实都是太上老君炼制的，只不过我手里的这枚是老子，你手里的那枚是儿子。儿子平时虽然嚣张跋扈，但见到了老子还是要老老实实的，自然也就哑火了。常胜伯气急败坏地脱口骂道：去你妈的，你他妈当老子年纪大就没看过西游记？这种屁话老子会信你？叶晨笑道：不信的话，我给你演示。说罢，趁常胜伯还没反应过来，叶晨忽然收起笑容，
气势如同屹立5月之巅一般，高喊一声雷来，话音刚落，只听天空中迅速举起大片乌云，云中电闪雷鸣，好不吓人。叶晨忽然召唤出天雷，顿时将他惊得如遭雷击一般，心中暗忖：他妈的，莫非真如这小子所说，我这惊雷令见了他的就不好使了。一念至此，他慌忙急速后退，想要躲避即将袭来的天雷，可是天雷乃叶晨意念所控，怎会被他轻易躲开？叶晨双眼紧盯着常胜伯的身形，紧接着一道天雷便轰然而至，直接劈在了常胜伯的头顶。叶晨动过手脚的那枚惊雷令只能用一次，而且只要用就必须耗费大量的灵气才能激发，而且威力极大，属于超大号的惊雷令。但叶晨自己的惊雷令则是丰俭由人，收放自如，想大即大，想小即小。他并不想这么快就要常胜伯的命，所以特地控制了灵气的释放。而这一记天雷并没有给常胜伯带来太大的伤害，但即便如此，常胜伯的头发也被天雷炸成了鸡窝一般，满脸黢黑，连身上的道袍都变得衣衫褴褛，浑身又痛又麻，整个人不受控制地站在原地抽搐不已。见他这副狼狈模样，叶晨笑着问道：怎么样，我没骗你吧？此时躲在暗处20丈开外的云如歌已经吓得面色惨白，他做梦也没想到这黑衣人竟然能操控天雷，而他更没想到实力强劲的常胜伯在那黑衣人的面前竟然如此不堪一击，而他心里也不禁暗忖，自己接下来该如何是好？若是冲出去帮助常胜伯，自己恐怕根本不是那个黑衣人的对手。况且常胜伯一向眼高于顶，对其他3名伯爵都十分瞧不上，他与常胜伯也没什么交情，这种时候完全没有必要拼死相助。可他又不知道，如果自己不出面帮忙，回头英主盘问下来，自己该如何解释？思前想后，他决定暂时还是继续在暗中观察，自己有英主传授的隐藏气息之法，应该可以藏住不被发现。若是常胜伯今晚不幸死在那黑衣人手中，自己就如实向英主汇报，英主就算怪罪也不可能是死罪，总比贸然出去送死要强得多。若是常胜伯侥幸能逃得出去，自己就干脆以信号被屏蔽，自己去找信号为由搪塞过去，就算英主责难，最多也就治自己一个擅离职守的罪，无伤大雅。而此时此刻的常胜伯挨了一记天雷之后，心中自然是又惊又怕。他知道自己已经拼了命的去躲，结果却还被天雷劈中天灵盖。由此可见，叶晨对天雷的掌控已经极其精准，而且常胜伯也知道自己能够远程释放的术法只有英主那柄木剑的剑锋，而叶晨的术法除了与剑锋类似的无形之刃之外，还有直接从天而降的天雷。自己的木剑伤他不得，而他的天雷自己又无处可躲。若是这么下去，自己肯定要被叶晨耗死，唯一的办法就是与他近身肉搏。说罢，他灵气灌注双腿，施展出英主传授的移形换影之法，以诡异的速度如空间跳跃般急速冲向叶晨。这种术法最大的好处便是行踪轨迹飘忽不定，难寻规律，不仅能让对方很难伤到自己，更能趁机缩短。虽然法宝落了下风，但常胜伯坚信自己苦修上百年的肉身，搭配苦修几十年愈发精纯的灵气，一旦近身，叶晨这毛头小子绝对不可能是自己的对手。可是就在他刚向着叶晨急速袭来的那一刻，叶晨忽然再次大喊雷再来，紧接着轰的一声，刚窜出1丈远的常胜伯便再次被一道天雷击中。巨大的力量让常胜伯头顶那原本就乱糟的白发瞬间化作炭粉，衣衫褴褛的道袍也几乎烟消云散，只剩下一条破破烂烂的红裤衩。叶晨看着他，鄙夷地耻笑道：你这骚老道，都100多岁的玩意儿了，还他妈穿条红裤衩，要不要脸？常胜伯虽然被雷劈得死去活来，但还是强撑着身体，歇斯底里地骂道：你个王八蛋，
贫道今年本命年。本命年。叶晨微微一愣，旋即笑道：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信这个？常胜伯脸上挂不住，咬牙道：我信不信与你何干？说这话的时候，常胜伯的大脑已经在飞速运转，他没想到即便自己用了移形换影的术法，依旧无法躲过叶晨的天雷，而这种被雷劈的感觉实在是痛苦至极，疼和受伤还是其次，关键是天雷之中的电能让身体肌肉控制不住的抽搐，身体会在短时间内完全失去控制。也是这一刻，常胜伯明白自己不是叶晨的对手，起码今天晚上自己绝对打不过叶晨。自己不光是在法器上与叶晨差了很多，更重要的是自己前2天是雷击木的时候，一次就消耗了1/3的灵气，刚才轮番使用木剑和移形换影的术法，又加速消耗了不少灵气，再加上被雷劈了2次，就更没有任何胜算了。想到这里，他便在心中打定主意，必须尽快逃走。在他看来，叶晨已经暴露了身份，而且也暴露了法宝与实力，但现在自己的法宝落了下风，又无法近身肉搏，今晚已经没有胜算，只能先趁机逃走，将此事汇报给鹰主之后，再等鹰主亲自来取叶晨狗命。于是在一阵剧烈的抽搐之后，常胜伯猛然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翻身跳了起来，随后他立刻向叶晨打出2道剑锋，紧接着拔腿便跑。他想的是趁着叶晨分心应对的时候赶紧跑路，可是他不知道叶晨虽然没有靠近他，但一直都在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眼见他打出2道剑锋后转身，叶晨也不假思索地立刻迎头追上，剑锋就在眼前，叶晨却不准备再用穿魂刃去抵挡，他暴喝一声，将灵气运转周身，灵气包裹着身体飞速，掀起一阵狂风。叶晨一路飞沙走石，枝叶横飞，待那2道剑锋即将斩向自己的那一刻，双手化拳，猛然间向着2侧虚空，只听2声极近的爆响声，那2道剑锋竟被叶晨用拳头生生砸得灰飞烟灭。而浑身上下仅有一条红裤衩的常胜伯，此时刚跑出去10丈远，原本他使出剑锋便头也不回的疯狂逃命，可听到2声爆响之后，心中忽然闪过一丝兴奋。这2声爆响与方才剑锋被穿魂刃相撞时的爆响有明显不同，这2声爆响更像是剑锋斩中目标肉身所发出来的响声。莫非叶晨没躲开我的偷袭？常胜伯一念至此，顿时大喜过望，他下意识回头看去，想看看叶晨是否已经被2道剑锋所伤，若真是如此，自己乘胜追击，或许能够斩落。可是让他回过头的那一刻，他赫然发现叶晨那张棱角分明、无比冷酷的脸庞，距离自己仅剩下不足2，叶晨竟然追上来了。这一刻，常胜伯吓得魂飞魄散，他转回头去想要拼尽全力逃命，却听身后叶晨再次大喊雷来。下一秒，常胜伯便感觉又一道天雷精准地劈在了自己天灵盖上，他双腿顿时一软，狂奔的身体也霎时间失去平衡，堪堪的踉跄几步之后，身体便不受控制的轰然倒地。这一道天雷将他的红裤衩也劈成齑粉，甚至将他身上所有的毛发都劈成灰烬，皮肤也出现了大片灼。由于常胜伯往回跑了10丈远，又往回滚了好几圈，此时距离藏身暗处的云如歌已经不足10丈。云如歌眼见常胜伯不着片缕的狼狈模样，下意识地死死闭上眼睛，不敢再看。而光着屁股瘫坐草地上的常胜伯，此时只觉得喉头一甜，便哇的一声吐出一大口鲜血。他的身体虽然没有受到致命伤，但也已经到了崩盘的边缘，就好像耗尽体力的举重运动员，身体再断已经很难再使出力气。眼下的常胜伯哪还有刚才的意气风发，他的肢体还在因为电流的原因不断抽搐，再加上没穿衣服，像极了一个猥琐的老变态。而他手中的木剑甚至都因为控制不住的颤抖而跌落在地。
叶晨看他如此狼狈的模样，心中不禁暗忖，林婉儿说我有危险，可这老狗却根本不是我的对手，莫非他算……常胜博呆呆地看着面前的叶晨，见他依旧面不改色，看不出分毫变化，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莫大的惶恐与绝望。修道100年来，他第一次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他内心深处忽然涌上一种直觉，自己的100年道行或许就要折在叶晨手里了。20年前自己杀了他的父亲，难道20年后的今天自己真要死在他的手上？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